校草在一次意外中左耳失聪，他最厌恶别人靠近这只听不见的耳朵，就连女主也是花了10年时间才成为那个例外。可我是恶毒女配呀，我偏偏不信这个邪，故意对着男主的左耳吹气。突然靠近的身影还是对着少年有疾的左耳，陆景先是一愣，眼底温度迅速降至冰点。他伸手握住我的手腕，毫不留情地将我的手扯了下来，我的手腕瞬间红了一大片。可我语气自信，抬着下巴问陆景：这么多人，你为什么只拦我？你喜欢我呀？他高大的身影从上方照下，居高临下地盯着我。我喜欢狗都不会喜欢你。我一愣，不敢置信地望向他。你喜欢宋月？宋月就是女主，和我这种见色起意的恶毒女配不同，她是唯一一个真心对陆景好的人。陆景没否认，只淡淡道：随你怎么想。我深受打击，不服气地喊道：他哪里比得上我？陆景，你会后悔的。陆景会不会后悔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后悔了。演戏这么多年，就没说过这么自恋的台词，多羞耻啊！回到江家别墅，我瘫在大床上，有气无力地对系统抱怨：这活真不是人干的，你到底为啥选我呀？系统怕我罢工，耐心解释，本书原主死亡后的怨气过大，导致剧情崩坏。为了重塑剧情达成圆满，需要选人替代这一角色，而你和原主相貌相同，自然就选了你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我是身穿不是魂穿。第二天一早我就被系统叫醒，说是有重要剧情要过。遵循人设，我坐着豪车，高调的在学校门口下车，吸引了一大波羡慕嫉妒恨的目光。刚准备进校门，就被一个扎着高马尾、脖子上挂着纪检委员牌子的女孩拦下。同学，你的校服呢？系统在我脑子里嚷嚷，走剧情挑衅欺负女主。我抱起胳膊，眼里满是不屑。你眼瞎吗？没穿看不见。宋月显然没遇到过这么不讲理的人，愣了好几秒，反应过来后深吸一口气，将委屈压下去，毫不退让。没穿是要扣分的。我没忽视他眼底的厌恶，语气更加恶劣。谁不让你扣了？说着还要去抢名单。我叫江静涵，要不要我帮你记下名字？江同学，你别太过分。他惊慌失措地往后躲，那委屈的小模样让我都觉得自己简直坏到没边。手指还没碰到名单就被人用力扣住，力道很大，我痛呼出声，抽了一下没抽出来，瞪过去，陆同学，我没事，你先放开他吧。周围已经围了一些人，见陆景出手帮忙，宋月又是开心又是担忧，下意识伸手想去拉陆景，紧扣我的手，我疼的眼泪都出来了，对着通红的手腕吹气。宋月被那一大片红狠狠吓了一跳。江同学，我陪你去医务室拿点药。我一点不领情，语气恶劣，要你管。陆景挡住宋月，我陪你去。好啊，我要你背我。陆景眉心一皱，刚想拒绝，视线触及我微红的眼角，眼泪都没干就开始为难人。你确定？我心一横，怎么你不愿意？哼，一声冷笑。陆景逼近，不管身后宋月的劝阻，拉着我的胳膊就走。我傻了，走出几米才开始挣扎。陆景，你要带我去哪？陆景冷声，你不是要去医务室？这架势不像是带我去医务室，更像是杀人埋尸。我咽了口水，我不是要你背我吗？你听没听到我说话？他还是不说话，我急了。陆景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我让你。猛地被甩开，对上少年冷若冰霜的目光，我脸色一白，声音戛然而止。陆景面沉如水，我被他盯得发毛，罕见的有点心虚，却还是得维持着嚣张跋扈的人设。那个谁让你不理我的？我真是无心之失，没想在你伤口上撒盐。这人这么表里不一，不会要杀我泄愤吧？我瞥见周围没什么人，不由得心慌慌。见陆景动了，我立马避之不及地往后退。陆景连看都不看我，声音冰冷，跟上。愣了2秒的功夫，陆景已经走远，我皱了皱眉，还是跟了上去。到了医务室，校医开了缓解红肿的药膏，脑子下线的我才反应过来，没多大事，抹上几次药膏就好了。小情侣吵架，校医八卦地语重心长道：吵架也不能对女朋友这么狠啊，小姑娘都细皮嫩肉的，哪能这么大力气？陆景从校服裤子里拿出几张零钱，1块的5块的都有。闻言眉头皱起，一脸不愿意跟我沾边的态度。我顿时就不爽了，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，将药膏钱付过去，还抬着下巴故意磨磨蹭蹭的，没钱装什么？把我当柔弱小姑娘？校医的目光瞬间变得复杂，我也不管这些，等着看陆景难堪。却见这人脸都没变，顶着一张高冷脸，从善如流的将钱又放回口袋。原来还是个厚脸皮的，估计心里还在庆幸没在我身上损失这36块。不过给我花36块，怎么了？至于这么抠抠搜搜吗？系统的声音悠悠响起，这些钱可是男主2天的饭钱。16、17岁的男生正处在半大小子吃垮老子的生长状态。陆景父母双亡，孤身生活，即使学校免了学费学杂费，还是得自己交。他一个人既要打工挣钱供自己读书，又要维持日常开销，吃饭都是挑饱腹又便宜的包子馒头，奈何他吃得多，每天将近20块总是要的，36块可不就是快2天的饭钱了。我沉思片刻，怪不得他会对我这般冷淡。到教室时，课已经上了大半，语文老师不痛不痒地说了2句，就让我进来了。我往坐在窗边的2人看去，坐在里面的宋月娇小纤细，少年高大结实，能将他整个人遮挡住。我看到陆景偏头靠近里侧的宋月，同桌叶青青凑近我八卦，你也觉得他俩有事吧？
我转过头来笑了下，装傻道：“谁呀？就陆景和班长啊。”我有些惊讶，班长宋月。叶青青刚要跳过这个话题，我忽然低头靠近他，说了些什么。他猛地站起身，声音失控：“什么？你要追陆景？”话音刚落，原本就安静的教室更是寂静如鸡，视线从前后左右齐刷刷射过来。我努力忽视来自窗边审视的视线，拉着他坐下，对老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您继续。”不像话，这把课堂当什么地方了？赶大集吗？老师嘴边的训斥被下课铃声憋回去，拿着书走到门口又停下来。陆景上办公室一趟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窗边少年站起身，面色平淡地走出教室。叶青青已意识到自己刚刚干了什么，感觉到周围同学投过来的视线，心虚道：“你知道的。”我憋不住事，我摆了摆手说：“没事。按照剧情，我本就要先追一追陆景，以我和陆景的知名度，到时候不止班内的同学，恐怕整个高中都会知道早一点晚一点的区别而已。”第二节课预备铃响起，陆景都没有回来。作为有望成为省状元的好苗子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，班主任那小老头肯定语重心长地劝说他不要早恋。踩着上课铃的尾音，陆景刚回到教室坐下，任课老师后脚就到了。陆景认真地听着，10分钟后却一个单词都没记住，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回荡着班主任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陆景，你要知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千万别为了一时的冲动断送自己的前程。有人坐在这个教室是为了体验人生的每个阶段，而有的人是别无选择，只能孤注一掷。这两类人注定是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，即使某一刻强迫产生交集，结局也不过是越走越远，咫尺天涯。这个道理他从小就知道，所以他想也不想便说道：“我不会，别说他不喜欢我，就算他真的喜欢，也不会为任何人妥协。”最后一节是体育课，我坐在露天看台上，把一根冰棍咬得咯嘣响。高二篮球队的队长频频向我投来目光。叶青青去完厕所回来，经过高二正在打篮球的人群时，步伐慢了下来，十分淑女。可那个篮球队队长却对她视若无睹，一双清澈明朗的眼睛始终看向我的方向。叶青青坐到我旁边，语气幽怨：“这么漂亮的一张脸，下辈子我也要拥有。”我转头和正在看我的篮球队队长对视，在后者狼狈地将球打到队员身上后收回视线，对低着头失落不已的叶青青道：“这人挺帅的，就是打球技术不怎么好，做他的队员真惨。”叶青青哼哼两声，不太有底气地替他解释：“周月平时打球可帅了，还得过奖呢。”“什么奖？偷看小姑娘奖？”我笑眯眯地捂住嘴，接着怂恿叶青青去送水，顺便要联系方式。他不好意思地摆手说自己不敢。篮球场上换好球服的高一男生和高二打起了友谊赛，我打眼望过去，一眼就在里面看到了陆景的身影。他身高腿长，手法利落沉稳，开场3分钟就赢下了2个球。高二的几个人急了，周月作为队长却心不在焉，频频望向看台的我，却见我根本没看他，而是盯着另一个人。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正好看到陆景一个利落的抬手，篮球应声入网。真不知道江静涵怎么会喜欢上这样故作清高的穷小子。周月心里不快，偷偷在队员耳边说了些什么。接下来的几个球，那些高二的队员故意从陆景左边过，我看到陆景动作停顿了一下，短短几秒就错失良机。等他再想去回防，球已经进了。操场上响起欢呼声，接下来几个球都是如此。高二那几个人就围在陆景周围，周月没直接参与，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是默认队员的行为。叶青青也看出来了，又气愤又觉得丢脸，这不是故意搞针对吗？中场休息时间到，高二几人得意洋洋的下场，反观高一这边则表情难堪，埋怨的看着陆景，下场了还骂骂咧咧。我看到宋月拿着矿泉水，一脸担忧的走上去说了些什么，陆景点点头，他才失落的走开了。下半场很快开始，高二那边采用老方法，高一这边几乎都放弃了，只要高二那群人继续围攻陆景，他们就赢不了。眼见又要进球，就听一道惊呼声，球在靠近篮球框边缘被直接截断，完成一记反杀。不等其他人反应过来，陆景单手接住落下的球，反手进了对方的球框。哨声响起，陆景所在的队伍以17.13分赢得了比赛。周月丢了面子，心口不一地说着恭喜的话，心里却有撕了陆景的心，狼狈下场。整个操场都是男生兴奋的嗷嗷叫声，还有女生的欢呼声。平时听不到声音的左耳处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中，反而刺痛起来。陆景额头布满冷汗，心底不受控制的自我厌弃。有女生做好心理建设，红着脸想过来给陆景送水，一抬眼哪还有少年的身影。陆景还不知道自己被记恨上了，沿着树荫下走，走到安静的废弃教学楼，左耳还在隐隐作痛。吱嘎，鞋子踩在干枯树枝上，发出明显的声响。他神色不渝的偏头看清来人，眉头微皱，又转了回去，随意的靠在墙壁上，装作没看见我，一副不想搭理的模样。我将一瓶刚买的矿泉水递过去，眨眨眼，特意给你买的。陆景眼皮都没掀，从校服外套掏出一个小型单词本翻看，余光中，女孩眼睛微微瞪大，一副敢怒不敢言的小表情。冰镇的矿泉水瓶身凝结出小水珠，将我的指头冻得微红，我却还是固执的不肯收回手。他心下烦躁，猛地合上单词本，冷冷道：“给我买水，有钱没处花了。”我委屈道：“谁让你帮宋月的？他就是故意在你面前装可怜，我又没欺负他，是他非要记我名字，恶人先告状。”
陆景算是见识到我的蛮不讲理，想走却被我阻拦。他低头看到被攥皱的校服袖子，心里的烦躁更甚。奈何我跟看不懂人脸色似的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，我说完了你才能走。陆景拍了下被我攥皱的袖口，又靠了回去，无语到极致，反而笑了一下。你说，陆景，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。陆景想也不想说道，没手机，怎么可能？那你朋友怎么联系你？陆景道，没朋友。我愣住了，眼睁睁看着陆景转身走了。放学路上，叶青青听说了这件事，表情变得奇怪。陆景在班级群里啊，怎么可能没手机？我边说边打开手机，管理员让改成自己的名字，我一眼就找到了陆景，气得脸都扭曲了。晚上吃过饭，躺在床上，我从班级群里找到陆景，给他发了好友申请。陆景加我鲤鱼打挺，直接坐起来，锲而不舍地继续发送申请，就不信他不加。而这边陆景正在骑自行车，小巷子没有路灯，漆黑寂静，他口袋里的手机时不时传来一声响动，忽明忽暗。他抿了抿唇，加快了速度。小巷子的味道不好闻，隔音效果也差。隔壁有骂孩子的，有夫妻吵架的。陆景面色不变，将自行车停在家门口，上锁后从兜里掏出钥匙开门。空间狭小的房间尽收眼底，家具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即使打扫得再干净，也能看出来破旧。手机还在不停响动，陆景皱着眉拿出手机，房门突然被人大力敲响，伴随着女人纤细的声音：“阿景，我是你小姑，有事找你，你先把门打开。”敲门声有逐渐加大的趋势，陆景眼底的厌烦一闪而过，打开门，高大的身躯阻挡住中年女人进屋，声音疏离且礼貌：“小姑，有事，给你打了几个电话你都不接。”中年女人一脸掩饰不住的精明：“你表弟明年就高考，你也知道赵凯那小子的成绩，你帮着补习。没空。”陆景对这个唯利是图的小姑没什么好感，直截了当拒绝。中年女人一听这话，脸立马就变了：“什么叫没空？你周末不就放假了？”陆景冷淡道：“去兼职。”女人抱起胳膊，没了刚开始温和亲热的模样。“这样吧，小景，我也不是不疼你，你周末下午给你表弟补课，我付补课费行了吧？”轻描淡写的语气把这事说得像是他吃了多大的亏。陆景站得笔直，沉默了一会，没答应也没拒绝，这在女人眼里就是答应了。他轻哼一声，转身走了。周末很快到来，我按照系统给的地址，在奶茶店休息区找到了正在给人改错题的陆景，他还是那张高冷脸，对面的赵凯则一脸不耐烦地对着试卷做题。我走进奶茶店，点了杯清淡的果茶，走到赵凯身后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不好意思，让让呗。”对着试卷苦大仇深的赵凯眉头一挑，露出几分凶相，可在看到我那张明艳漂亮的脸蛋后，所有脏话都憋了回去，晕晕乎乎结巴道：“好啊。”我抬着下巴将小票递给赵凯，颐指气使：“我点了奶茶，你去等着，一会做好了给我送过来。”我的目光始终放在脸色淡淡的陆景身上。赵凯脑子清醒了一点，知道我不是冲他来的，但还是不忍拒绝，瞪了自家表哥一眼，憋屈的去等奶茶了。我将椅子搬到陆景身侧，一屁股坐下来，手不老实去拽他手里的黑色签字笔。陆景手指微微一顿，干脆放手，任由我拿去。我笑意更浓，得寸进尺的朝他那边靠近，呼吸相交。陆景猛地站起身，椅子在地板上拉出刺耳的声音。他大步走出奶茶店，我跟着他走了出去，走到一个转角，他才停下来，居高临下的盯着我，声音毫无波动：“我说过吧，我不喜欢你。”我眉头紧皱，又很快松开：“那又怎么样？我管你喜欢谁，陆景，我喜欢你，你必须跟我在一起，别不识好歹。我的长相家世，多少人求着我喜欢，我都不要呢。”他力道很重的扣住我的手腕，将我压在墙上，中间隔着一人的距离。谁求着你，你就去找谁，你长什么样，家里多有权势，我并不在意。他甩开我的手，转身回奶茶店收拾东西。赵凯小心翼翼地拿着奶茶，见他回来就朝他身后看去，没看到想见的身影，刚想质问就被陆景的低气压吓住了。怎么了？人呢？这奶茶怎么办？赵凯还在追问，见陆景推车要走，他憋不住了：“明天补习的时候他还来吗？”这个他是谁不言而喻。陆景此刻的目光冷如寒冬腊月：“我的笔记给你家梳理了，以后不会再有补习。”什么意思？赵凯急了：“你不是答应我妈了吗？还要了补课费。”陆景不知道他那个小姑是怎么添油加醋说的，他也不在意，没答应。今天来是把笔记给你，我能做的仅限于此。这话跟要与他家划清界限似的，赵凯一下子就恼了：“一个破笔记就能抵消你小时候在我家吃住的恩情了，怪不得我妈总说你冷血，活该，孤家寡人一个。”赵凯一下子就恼了：“一个破笔记就能抵消你小时候在我家吃住的恩情了，怪不得我妈总说你冷血，活该，孤家寡人一个。”陆景本想走，闻言转身看他，目光冷淡沉静：“我父母的补偿金，你们花的舒服吗？”像是随口一问，赵凯却震惊地待在原地，白嫩纤细的手指在他面前不耐烦地晃了几下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发现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奶茶女孩。
陆景呢？我抢先开口，恼怒地质问。赵凯卡了一下，神色变幻几瞬，走了。我想到了什么，脸色缓和下来。你是陆景表弟，一定挺了解他的吧？你知道他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吗？或者他对你提起过谁没有？接着我从赵凯嘴里问出了陆景的住处，心里有了新主意。微信号被拉黑，我就换了个号继续加，这次加上了，可发出去的信息却如同石沉大海。看来陆景是真的很讨厌我。我放弃了短信骚扰，在快递地址栏填上从赵凯嘴里问出来的家庭住址，开始给陆景送东西，小十几万的手表，1万多的鞋子衣服，只要是我觉得适合他的，通通都买去，让人直接送到他家。在这样的强势追求下，仅仅3天，陆景就搬到了学校宿舍，同时将所有东西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。我性格骄纵，追人声势浩大，没几天江家大小姐倒追穷小子，学霸陆景的事迹就传遍了整个学校。宋月咬着唇，心不在焉地用笔在课本上一下一下戳着，身旁的陆景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变化。下课铃声响起，他忍不住开口，听说江静涵在追你。陆景蹙了蹙眉，不冷不淡，不清楚。他似乎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可宋月心里还是闷闷的。他想问他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女生吗？可是又没有立场，更觉得失落。不过想到陆景搬来学校宿舍，他又开心起来。晚饭要不要一起去餐厅吃？我也是住校生，可以给你推荐好吃的。不用。陆景像是没看到他骤然按下去的眼神，礼貌道：晚上请假了。宋月脸色好看了点，露出一个笑。好，那下次在一起。见我走过来，陆景目光闪了闪，拒绝的话在口中转了一圈，咽了下去，说道：好，语气温和，全然不是面对我时的冷漠厌烦。宋月还没来得及高兴，桌子突然被人拍响，紧接着是我恼怒的声音：什么好？陆景，你不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这个小白花？宋月眼眶微红，我轻嗤一声，不屑地输出：宋月是吧？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抢人？我骄傲的像个小孔雀，又漂亮又金贵，说出的话却是单纯的恶毒。你哑巴了吗？陆景，我问你，你答应他什么了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怎么我约你，你就没答应过？他约你，你就说好。周围同学看热闹的目光全然投过来，陆景心底的厌烦更加强烈，冷声道：江静涵，闹够没有？我猝不及防被他一噎，愣了一下。宋月使劲咬了下唇，目光泛着水光，故作坚强地盯着我。江同学，论家世和容貌，我是比不上你，可是人格和教养方面，你却未必比得上我。想到陆景的维护，他说话有了底气。我跟陆景是什么关系？和你并没有关系，我们的谈话内容也没必要让你知道。周围响起奚落嘲笑的议论声，我气红了眼，却不肯输气势。陆景，这也是你的心里话？陆景似乎顿了一下，他缓慢掀起眼皮，沉默了一会，不冷不淡道：如果我说是呢？众目睽睽下，我丢尽了面子，连假都没请，直接逃课。街边麻辣烫店，我往小板凳上一坐，声音洪亮：老板，加麻加辣。我美滋滋打开一罐可乐，喝了一大口。逃课出来吃麻辣烫，喝可乐不要太爽，脸上哪还有一点伤心难过的影子？系统见证了我变脸一般的演技，忍住翻白眼的冲动，小声点，别被认识的人撞见，容易崩人设。谁见过有钱人家的千金大小姐蹲在街边小店吃麻辣烫的？系统也真是奇了怪了，我现实世界怎么说也是一个顶流女明星，怎么看起来对这种街边麻辣烫店很熟的样子？我用一次性筷子挑起1磅粉丝，裹满麻酱和辣椒油送进嘴里。我也不是天生就是女明星，在成为女明星之前，最早的身份是孤儿。在院长的资助下才有了上学的机会，阴差阳错被星探看中，拿到人生中第一笔片酬时，我终于不用顾及价钱，肆无忌惮地吃了顿麻辣烫。系统沉默了，它一个由代码组成的系统，头一次觉得不存在的心有点闷，少了系统的聒噪，我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吃，一口福袋，一口海带苗，吃得不亦乐乎。老板是个实在人，辣椒放的贼多，我吃的眼泪汪汪，鼻头都红了。一抬眼看见对面坐了个人，吓了一跳，咳。众所周知，吃辣时被呛住是多么折磨人的事，咳的眼泪都出来了。对面的人赶忙拿出一瓶矿泉水，拧开放在我手心，男生语气不加掩饰的紧张和担忧：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吓你的。正是那个在操场上对我一见钟情的周月，他抱歉地说道：刚才看你吃的太认真了，我就直接坐下了，没想到你反应这么大，合着还是我胆子太小了呗。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只是眼底还含着要掉不掉的泪光，实在没什么威胁力。周月被那双水光粼粼的桃花眼看得心跳都快了，眼神飘忽。你别这么看我，怎么打扰了我好不容易的美食时光？我瞪眼表达不满都不行，我气到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周月这才想起还没自我介绍，我是高2、8班的，上次咱们一起上过体育课。他长得阳光友好，温柔地伸出手，虽然你不认识我，但我知道你。你好，我叫周月。我若有似无地摁了声，并没有与他握手的意思。周月尴尬地收回手找话题。静涵，现在应该是上课时间，你怎么在外面？他说完对上我一言难尽的表情，不好意思地打马后炮。我可以这么叫你吗？我拒绝，不可以。周月
月也不生气，反而觉得我一本正经拒绝他的样子生动又好看。他又关心地问了一遍我怎么没去上课，我烦了，你不是也没去？周月实话实说，我请假了，其实是他从窗外看到了我跑着出校，特意跟过来的。我对他怎么出现在这里并不感兴趣，只淡淡哦了一声。我的冷淡让他有点无所适从，但他也不是白交过那么多女朋友的，很快又找到了新话题。他在一中也算是小有名气，认识的人多，知道的八卦也多。我本不打算跟他多聊，却被他带起了兴趣。情人坡一中还有这地方，没被主任一把端了？怎么没有？为了制止早恋，还专门让纪检的那帮人下了晚自习就去情侣坡抓一波，拿着手电筒到处晃。周月见我感兴趣，讲得更来劲了，连细节都说了出来。我调侃，看来你很有经验嘛。当然没有。周月赶忙反驳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我怎么可能对这种地方有经验？见我不信，他立刻就慌了，生怕自己塑造的温柔学长形象毁了。他眼珠一转，想到什么，昨天我朋友还说在情侣坡看到你说的陆景了。我筷子一顿，陆景？周月语气莫名，对呀，就是他。听说当时他身边还有个女生，长得挺漂亮，估计是他女朋友。漆黑马虎的，谁能看见漂亮不漂亮？周月这句话是自己胡乱加上去的，为了让我生气，让我对陆景失望。但是陆景跟人去情侣坡是事实，他也不算说谎。果然，我表情立马就变了，麻辣烫也不吃了，气呼呼问道：“那女生是不是宋月？”宋月是谁？周月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但见我正生气，他知道不简单，模棱两可道：“听我朋友说，好像是的。”砰的一声，我拍桌而起，气势汹汹地往外走。周月反应过来，对面已经没人了，他赶紧追上去，刚走到店门口就被店长拦住。哎，你们还没付钱呢。什么钱？周月一脸懵。店长不耐烦，吃饭的钱啊，一共43。在店长怀疑的目光中，他尴尬的脸都红了，赶紧掏出手机扫码付款。耽误了这一会，哪还有他心心念念的那抹人意？见周月失望的走了，躲在转角的我大摇大摆的走出来。谁让他打扰我吃饭？出点钱就当是给我道歉了。我丝毫不觉得心虚。系统，你说他是不是故意在我面前编排陆景的桃色新闻？系统打破我的幻想，检测到男主昨晚确实在情侣坡有所逗留，是隔壁班一个女生找借口把他约过去表白。男主不知道情侣坡是什么地方。本书坚持1V 原则，所有女配男配都是男女主爱情道路上不值一提的绊脚石。我拿出手机，常理来说，我现在得知陆景大晚上跟宋月去情侣坡，肯定要做点什么才符合人设。我理所应当的一个电话拨出去，那边响了几声，无人接听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将近12点，不是上课时间，他是故意不接。那边不接，我就锲而不舍地一直打5个电话过去，那边终于接了，却没有人说话。我看了眼手机，确定是接听了，立刻质问：陆景，你昨晚在哪？和你有关系？我装作没听出他的冷淡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宋月吧？陆景，你的眼光真的很烂。陆景听到这已然明白我误会了什么，不过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，荒唐离谱到他连解释的欲望都没有。他的承诺被我当成是默认，我磨着牙放狠话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手机挂断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最后气急败坏的那句话仿佛还在耳边。陆景沉下脸，沉默半晌，起身出门。一条古朴的文玩街，我吃完鱿鱼拍拍手，还没等系统反应过来，我怎么突然就要去女主家，就听到了系统的电子音和撒娇的小猫叫声重合。我脚步停下，愣了愣，偏头看过去，一只漂亮的三花猫瘫在木台阶上，喵喵叫着。店里走出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男人，故作生气地清了清嗓子，对着小猫咪指指点点，叫什么叫？这要是到了春天，还得了反了天了。我没忍住笑出声。这就是苦逼男二女主的邻家哥哥江潮，实则是豪门私生子，收敛锋芒，躲在这里爱上了善良美好的女主。奈何女主有喜欢的人，他只能黯然退场，转而为女主的爱情保驾护航。为了让女主幸福，他回到豪门设计，让江家破产，解救了被我强制爱的男主。我叹为观止的鼓掌，为这伟大无私的爱情观。老板，我要打听个人。我语气骄纵。江潮微不可察地蹙了蹙眉，抱着小猫，转头向声音的方向望过去，只是愣了一下，转而恢复平常。我对这里的人不太清楚，你可以问别人。问别人还怎么走剧情，我才不管他说什么。宋月你知道吗？他家就住在这。这个时候的江潮还不喜欢宋月，只是把她当妹妹。从我这里得知，宋月和别的男生走得近，这个男生叫陆景。江潮不动声色，你是他同学？我毫不心虚，对，他上学不住家里。我不耐烦道，我知道，你就告诉我他家住哪就行。我明显来者不善。江潮脸色淡下去，不好意思，无可奉告。我到底是16、17岁的小姑娘，再骄纵蛮横也脸皮薄。闻言恼怒，不说就不说，这里又不止一家店。我问别人。说着，我走进别家店，店家见我是个漂亮小姑娘，乐呵呵就说了，还出门给我指路。江潮还站在店门口的台阶上，我临走前冲他得意地挑了挑眉，意思很明显，你不说自然有人说。漂亮又骄纵的女孩一甩头，转身走了。穿过一个没什么人的小道，我停在一户小平房前，房子有些年头了，木质的红门，门两边有几株花开得正盛，看得出来主人有好好打理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。
这和我想的不一样。我刚想敲门，门从里面打开了，开门的是位不到40岁的中年女人，独自拉扯女儿长大，那张清秀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和宋月长得很像。我从学校出来还穿着校服，一侧的校徽明显上学时间。同校的同学找到家里，中年女人的脸从疑惑变成了隐约的紧张。是月月的同学吗？是不是我家月月在学校出事了？不是，我是孤儿，没体会过什么父母的爱，正因为没体会过，所以也并不怎么了解。中年女人脸上的担忧和关心太过明显，一时间我心里闪过别样的情绪，那些恶毒的话说不出来了。听到女儿没出事，中年女人松了口气，疑惑道：“那你走错了？”我随口胡说：“走错了，走错能走到人家家门口来。”中年女人眼神狐疑，我再解释下去就要崩人设了。我笑了下，还没想好要不要直接走，余光就瞥到小路尽头大步走来的人，陆景会找来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我跟在陆景身后走了几分钟，情绪由刚开始的意外变成了后来的生气。他身高腿长，根本不顾我的感受，走得飞快，我小跑都跟不上，气得干脆蹲在原地，又急又怒。陆景，你给我站住！我看到陆景停下脚步，侧身投来冷冰冰的目光，我毫不示弱，固执地和他对视着，眼睛都瞪酸了。他才漫不经心地走近，居高临下地看向蹲着的我起来。他的声音听不出什么情绪。我耍脾气，我不，你拉我。我毫不客气地把手伸出去，和前几天任性的让他背我去医务室一样。陆景扯了扯唇角，双手垂在两侧一动不动，丝毫没有拉我的意思。我蹲的腿都麻了，有些委屈的自己站了起来。两人面对面站着，陆景对我捶腿的动作视若无睹。大小姐，玩够了吗？我动作一顿，显然他认为我今天是来给宋月找事的。事实确实如此，虽然我并没有做出实际上的坏事，但这些他没必要知道。没有，我强硬道，今天只是一个警告，他再敢缠着你，我就找人把他家砸了。我逼近陆景，仰头盯着他清俊却过分冰冷的面孔，心里突然有点痒痒。陆景，你想保护他？好啊，那你跟我在一起。我面上镇定自若的威胁，身侧的手心却紧张的冒汗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我就放过他，不然我连你家一起砸。沉默了许久，我都以为他要把我就地埋了时，陆景唇角缓慢勾起，吐出一个字：好。我装作没看到他眼底冰冷刺骨的寒意，闻言又是开心又是吃醋。没想到你还挺在乎他。我无所谓道，没关系，反正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男朋友了，以后不准跟他说话，也不准护着他。我要的是陆景这个人，坚信以我的容貌家世，他但凡是个正常男人都会爱上我。这份无脑的自信也注定了我在书里的结局，女配就是女配，男主的选择永远是女主，这就是主角光环。我和陆景恋爱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，一上午我的手机信息都炸了，有交好的朋友来问，其中来自彭阳的电话就有10几个。我不胜其烦，直接把他拉进了黑名单。叶青青见我毫不掩饰，得意洋洋的小模样，今天第8次叹气，强扭的瓜不甜啊！静涵回头是岸，你瞧瞧人家陆景冰雕似的，哪一点像喜欢你？偏偏你跟没事人一样，剃头挑子一头热。一下课我就迫不及待跑到陆景座位前，要不要一起吃饭？锦江路新开了一家中餐厅，应该挺好吃的。陆景笔下不停，连头都没抬，不去。为什么？我精致的眉头微蹙，直愣愣地站着，固执地要一个答案。陆景终于大发慈悲地轻抬眼皮，我在学校食堂吃，如果你想来食堂吃，我不介意。学校食堂的饭菜说不上多难吃，但也绝对不好吃，他是故意的，不信我会委屈自己跟他去吃食堂。说完他就垂下眸，将试卷收起，起身绕过我往外走。宋月看了一眼站在原地纠结的我，他从妈妈口中得知有同学去家里找他，从妈妈的描述中他确定是我。我去他家有什么目的？陆景又为什么突然和我在一起了？宋月很聪明，忍不住联想出了一个答案，他的视线过于明显，我想忽视都不行，冷狠狠瞪了他一眼。看什么看？宋月脸色一白，盯着那个联想出的答案，多了几分底气。江静涵，陆景根本不喜欢你，不喜欢我难道喜欢你？在外人面前我张牙舞爪，丝毫不心虚，他现在可是我男朋友，有些事情我们心里都清楚。宋月咬了咬牙，望向我的目光已经掩饰不住厌恶，是我连累了他，你不就是用我来威胁陆景，让他跟你在一起的吗？哟，连这个都知道，陆景还真是对你无话不谈啊。我挑了挑眉，内心毫无波澜，表面却装作被戳穿的气急败坏，指着宋月半天说不出话。打他打他！人设系统在一旁拱火，我满脸黑线，余光瞥到叶青青小跑过来，才抬起手做事要打。别，不至于不至于。叶青青拉住我的手，我松了口气，装模作样的又抬了几次手，伴随着骂骂咧咧。你别拦着我，今天我非得好好教训他。不拦你，咱先去吃饭。叶青青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拉着我往外走。宋月还没回过神，等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差点就要挨打，脸变得更白了。
离教室远了，叶青青才敢撒手。她觉得自己简直像个操心的老妈子。大小姐，她到底说什么了？你真生气啊？哼，我觉得丢人。我撇着小脸不说话。叶青青见状又叹了口气，行吧，不想说就不说，先去吃饭总行吧？提到吃饭，我犹豫了2秒。我今天想尝尝食堂。食堂正是用餐的高峰期，几个女生小声说话，还时不时望向一个方向。几分钟后，一个长发女生端着餐盘走了过去，笑得羞涩。同学，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食堂是公共区域。陆景微不可察地皱了下眉，礼貌疏离，随意。餐桌不大，女生坐在他身边，靠得很近。陆景能闻到陌生的香水味道，加快了吃饭速度。我将这一幕尽收眼底。叶青青对吃的挑剔，没跟我一起来。我找了一会才找到陆景，随意打了一份饭，走过去坐在他对面。餐盘落在桌子上，发出重重的响声。女生被吓了一跳，看清是谁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我皮笑肉不笑，还不走要留下来当电灯泡。女生尴尬地抱着餐盘跑了。我面色转好，盯着油腻的饭菜抱怨：陆景，这玩意是人吃的吗？要不下次你还是跟我出去吃吧。话音未落，对面的陆景突然起身，挺拔的身躯，神色冷淡。我吃好了。也不等我回应，径直要走。我场面也顾不上吃了，小跑跟上去，却没注意，小腿直接撞上桌腿。突如其来的钝痛让我小脸一白，弯下腰去，脚踝上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。我皮肤白，那抹红色更加明显。察觉到他的注视，我抽了抽鼻子，用手心揉了揉红肿的脚踝，本来就红一揉，更是肿得厉害。在我眼巴巴的注视下，陆景转身走了。最后一节课下课，同学们陆陆续续走出去。陆景帮老师送完作业，回到教室，发现我没有走。教室窗户开着，风扇呼啦作响。我趴在桌子上睡觉，额前的发丝被微风吹动，晃了几晃。陆景收回目光，余光却下意识移到我的脚踝处，红印不仅没有退下去，反而转青，在白嫩的皮肤上格外显眼。我没有上药，在他失神的几秒钟，我已经醒来，正巧和他的视线对上。你忙完了？我打了个哈欠，眼神带着水汽。陆景眼底的情绪收了回去，又变成冷淡的模样。我还没睡醒，一步一瘸地跟在他身后，额头撞上结实的后背，眼底泛起泪光。陆景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了，低声问：跟着我做什么？我脱口而出：约会呀，谈恋爱都要约会的，你不懂吗？懂得挺多。我莫名其妙的好胜心又起来了。那是当然，早就告诉过你，喜欢我的人很多的。陆景莫名笑了一声，语气不明。站在公交车站台边，余光里我受不住泪，蹲在他脚边，小小一团。他握着手机的指尖顿了顿，半晌打开手机。几分钟后，一辆出租车停在路旁，我羡慕地看了一眼，心想要是来接我的就好了。陆景又穷，对我又抠门，估计连公交车2块钱都不舍得给我付，更别提打车了。我幽怨地低下头，觉得自己可真伟大，为了爱情委屈自己。陆景这狗东西，我在心里骂骂咧咧。下一秒，出租车车门打开，陆景走到车前，扶着车门，我还低着头。他蹙了蹙眉，语气不怎么耐烦：大小姐，还蹲在那做什么啊？我抬眼，梦想成真了。我起身太猛，差点摔个跟头，堪堪稳住身形，快步走进车里，生怕他反悔似的。陆景微微抬起的手，不动声色的又放下，也坐了进去。一路上，我自顾自说了好几个地点，都是刚从朋友那里问来的约会圣地。陆景闭着眼，不予理睬。下了车，我总算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淡定了。出租车早就定好了地点，看着眼前熟悉的地方，我戳了戳嘴角：你带我来这里约会？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带我来红馆。要换做别人，我指定觉得对方别有用心，有占我便宜的嫌疑。如果是陆景的话，那也不能排除嫌疑啊。你自己跟来的不是约会。陆景简明扼要地从根源上反驳了我的质问。好，怪我死皮赖脸了。我皱着一张漂亮的小脸。那你来这干什么？工作。我下意识瞥了眼他的唇角，淤青已经退下去，看不出来曾经受伤的痕迹。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察觉到我的目光，拇指按了按一侧唇角。我不那么理直气壮了。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啊？说有用。陆景瞥了我一眼，意思很明显，说了你也会跟着来。我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，现在的人设就是死皮赖脸的赖皮狗。陆景进去换衣服，酒店经理正好过来拿报表，看到沙发上坐着的我吓了一跳。江小姐怎么坐这了？我帮您查查彭少的包厢号。他以为我是来找彭阳的。我视线时不时瞄一眼服务员休息室的方向，闻言摇摇头，没什么兴致。不用。经理理不清状况，还想再问，刚刚还蔫蔫的。我眼睛突然亮起来，嘴角也笑开了。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可不就是清俊冷淡的陆景。他换上白衬衫，黑色西装裤褪去了些许青涩，像挺拔的白杨树。经理眼睛瞪大，看看我又看看陆景，低声道：什么情况？陆景挽袖口的动作顿了顿，没什么，当我不存在就好。你可别忘了前些日子怎么挨的打。经理咬牙提醒，他在酒吧干了这么
么多年，为情所困的人见多了，可没想到陆景这样冷心冷情的也拎不清。没忘，出乎意料的，陆景没什么情绪的说，经理也不想多管闲事，又交代了2句就走了。陆景工作的2个小时内，我吃了3盘水果，又订了2次外卖送到酒店。我吃饭挑剔，一份蟹黄面吃2口就嫌腻，硬推给陆景吃，他不理我，我就故意威胁要投诉。第3次说出你不吃，我就让你经理开了你这话时，陆景脸色沉了下去，筷子挑起微凉的蟹黄面，面无表情地吃了下去，动作机械快速，跟吃大馒头没什么区别。他只是在完成任务，开了这个头，剩下的就顺畅多了。蓝莓、千禧鸡丝粥，我喂什么他吃什么。中间我睡了一会，醒来没看到陆景，刚想问别人，就看到他从外面走进来，身上的工作服已经换下来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子。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把袋子偏向了身后。你下班了，怎么不叫我？我没看出他的小动作，抱怨道。陆景语气平淡，忘了，这都能忘？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忘了？我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存在感？憋了一天的气，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埋头向前走，也不管身后的他有没有跟上，肯定没有。他巴不得我赶紧走，我有些气馁，又委屈又失望。街边落下一片枯黄的梧桐树叶，我泄愤似的一脚踩下去，仍嫌不够，还想再踩一脚。身后响起熟悉的冷淡嗓音：树叶招你惹你了？我脸一偏，转向一边不理他。过了一会，没有动静。陆景一向对我没什么耐心，难不成走了？我忐忑不安地回身去看，和他沉静的目光对上，没走。我心里高兴，嘴上却别扭。知道你个子高，站在这秀什么？陆景朝着我的方向走了一步，略带嘲讽：你羡慕？我瞪大双眼，不敢相信这人能说出这么厚脸皮的话。我163的身高确实算不上高，瞪他都需要昂着头。我被侮辱到了，将脚边的碎叶子踢到他洗得发白的球鞋上，一甩头，气呼呼地走了。高马尾的发梢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度，蹭过他的下巴莫名发痒。他眯了眯眼，没有去碰。回到家，我还在不停吐槽陆景多直男，说话多气人。吐槽完了才发现系统没有响，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好像自从和他确定关系，系统就没再上线。奇怪，我将书包放下，手伸进去拿东西，摸到一个塑料袋，什么东西？我疑惑地拿出来，里面是一瓶云南白药气雾剂，静静地躺在袋子里。我握着药剂愣住，脚踝处莫名疼了一下。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并没有买，那会是谁？红馆门口，陆景放在身后的塑料袋一闪而过，药剂的效果很好。几天后，我脚踝处的红肿就全部消退了。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，我没有去问陆景，这瓶药剂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。我与他的关系还是不冷不淡，只要我不主动去找他，他就不会跟我说一句话，有时候找了也不会理。一场小雨过后，是一夜转凉，来往的人穿上了风衣和厚毛衣，系统一直都没有上线，久到我都快忘了它的存在。我正在托腮无聊地听物理课，他突然发出声音：新剧情点即将到来，请宿主做好准备。我直起身，哟，你活过来了。系统一板一眼的纠正，系统属于人工智能，不会死，只会回收和销毁。那你前段时间是被回收了，本系统是进化了。系统说，不过我只好转移话题，3天后有新剧情点，做好准备哦。说完就给我甩来一段剧情。要说陆景原本的性格应该是对我视若无睹，他后面会如此厌烦我，就是从这个剧情点开始的。我的生日宴地点在图书馆，陆景，你喜欢吃什么蛋糕？我坐在他对面，眼巴巴地看着他，他没说话，自顾自抽出一张新试卷，继续写。水果的、巧克力的还是酸奶的？我一把抽走他手中的黑色签字笔，撅着嘴追问。陆景终于抬眼看我，举起手指在保持安静的标识上无声地敲了2下。我安静了2秒，就忍不住了。你不用给我买礼物，你买的我肯定不喜欢。什么礼物？我忍不住说，大后天是我的生日。陆景眼底闪过一瞬间的惊讶，很快又恢复如常。哦，就这，我又被气走了，留下他一个人盯着试卷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第2天上课，我听到班级里有人讨论要给我送什么，还有人直接问我喜欢什么。我瞥了某处一眼，故意大声回答，我喜欢的东西还挺多的，礼物在新不在贵，你们人来就行。那不行，放心，肯定给江大小姐准备一份惊喜。有人起哄，班里顿时热闹起来。宋月收回视线，遮掩住眼底的情绪，心底的酸涩却怎么都止不住。他一双杏眼看向旁边的人，低声问：陆景，江静涵的生日你会去吗？陆景无甚变化，不确定。见他面露不解，他解释了一句：有空就去。宋月没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有些失落。这样啊，3日后我的生日会在江南岸包场，场面弄得很大，请了一个班的同学，还有一些圈子里的朋友，朋友带朋友，还有带伴侣的，熟的不熟的都有。开场10分钟我就收了一大堆礼物，叶青青攒了1个月生活费，给我买了个限量版水晶手链。静涵，生日快乐！我心不在焉的笑笑，收下，谢谢青青。怎么了？过生日还不高兴？叶青青疑惑。我不说话，目光却时不时望向门口。叶青青在包厢里扫了一圈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陆景没来，他眉心一皱，心下不爽，早就不赞同我和陆景在一起。一路看过来，他那人就是没心没肺的，我完全是倒贴。
这回更好了，女朋友生日他连面都不露，心里这么想，嘴上也这么说了。我的心思被说破，再加上陆景不来，让我面子过不去。我嘴硬道：谁等他了？不来就不来。包厢内有人叫我切蛋糕，我最后往外看了一眼，没看到熟悉的人影，深呼一口气，压下心底的难受，转身去切蛋糕。红馆经理将上个月工资发到陆景微信，随口闲聊：今天怎么申请提前下班了？陆景收了转账，将手机放进口袋，有点事。行，有事就赶紧走吧，放假补回来就行。好，陆景应道，骑着自行车在繁华的街道行驶，看了眼时间，加快了速度。冷风将额前的短发吹起，露出冷淡清俊的眉眼，耳朵被冻得微微发红。车子在一家灯光明亮的饰品店停下来，他盯着店铺看了会，走了进去。帅哥，需要点什么？营业员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，被他的外貌惊艳了几秒，反应过来后脸有些红。陆景的目光在琳琅满目的手链项链上扫过，最终停在一片区域。静涵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觉得这条项链很衬你，生日快乐。周月将礼物递过去，他今天特地打扮了一番，还做了个发型，看上去成熟了许多。我没邀请他，可是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更何况人家还带着礼物来的。哦，对了，他还被我坑了43块钱呢。我笑着道谢，谢谢啊，大冤种。周月笑得更温柔，不用谢，你喜欢就好。两人这边聊得开心，有人忍不住了。彭阳的朋友拉住怒气冲冲的他，劝解道：今天可是静涵的生日，你在他生日上闹事，当心他以后都不理你了。彭阳憋气，妈的，这哪冒出来的小白脸？看着对我献殷勤的周月，他脑子里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。自从我公开恋情那天，他就被我拉黑了，到今天也没从黑名单上下来。难不成这就是我的新欢？静涵，过来玩游戏啊！有人喊我。包厢足够大，有人在唱歌，有人在跳舞，中间空出来的地方被10几个人圈起来，中间摆着一个空酒瓶。周月不放过每一个靠近我的机会，跟着我走过去。这是要玩什么？一个男生阴阳怪气地说：真心话大冒险，敢不敢来？语气里是不加掩饰的不友好。周月望过去，是个不认识的人。注意到这人落在我身上的目光，他就知道这敌意是从哪里来的。我看了一眼周月，又看一眼彭阳，表面不露声色，内心哈哈大笑，哈哈哈！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姐的魅力，一句话没说，就让2个热血男生为我争风吃醋。神经病！系统小声骂我，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我任由周月坐在我旁边，彭阳见状特意和别人换了座位，坐到我另一边，这下场面就好看了。我一左一右，一个是温柔开朗型帅哥，一个是脾气嚣张型帅哥。现场有一瞬间的安静，很快又热闹起来。三角恋的瓜多好吃啊！尤其是碰上真心话大冒险这样的游戏，更是加倍精彩。来，我来转酒瓶。叶青青主动揽下这个光荣的任务，冲我挤了挤眼，我心里觉得好笑，脸上还得装出一副为了陆景而心不在焉的模样。彭阳的运气实在是不好，第一把就转到了他。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叶青青问。真心话，在座的有你喜欢的人吗？彭阳十分坦诚，有。众人惊呼一声，视线不约而同转向我，却见我正在发呆，盯着手机，根本没注意到现场发生了什么。彭阳的脸色黑了下去，接下来几把都没有转到我包厢里开了暖气，我觉得闷，说了句出去透透气，不管其他人的七嘴八舌，打开包厢门走了出去。包厢连接着走廊，尽头有个开阔的阳台，从这个角度可以俯瞰小半座 A 市，霓虹闪烁，纵横交错的街道上车灯雪亮。我闭了闭眼，感觉到吹到脸颊上的寒风，内心平静到翻不起一丝波浪。身后响起脚步声，我睁开眼，将所有情绪压下去，又恢复了属于江静涵的神情。男人站到我的身旁，身上带着点酒味，我打趣他：怎么，彭阳灌你酒了？周月卖惨点头：是啊，我不喝，你朋友就不让我走，我也没得罪你朋友吧？怎么对我敌意这么大？他不是我朋友，我不按他的套路走。周月却不放弃。静涵，你知道他针对我的原因吗？不想知道。我不是不知道，而是不想知道。周月噎了一下，没能顺其自然地表达心意，让他有些不受控制的挫败感，心里没有想象中的难过，更多的是高涨的征服欲和不甘心。静涵，我挺喜欢你的，要不要考虑一下我？突如其来的表白，我并没有惊讶，淡淡扫了他一眼。我有男朋友。陆景。周月眼底闪过不屑，我以为你只是玩玩。我刚想说出口的反驳，在脑海里系统的警示音和余光里墙角露出的衣角中咽了下去。我的视线从那片衣角上收回，看向周月那张阳光温柔的脸，笑着回应：确实是玩玩，他那张脸太对我的胃口了。不过我现在还没玩够。我及时打断他的话：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当备胎。不愧是大小姐，一句话侮辱了2个人。周月的脸一下就难看了，她年纪还小，脸上藏不住事，笑也笑得僵硬。那你什么时候能玩够？墙角处的阴影晃动了一下，很快那片衣角就不见了。周月还在等我的答案，我却忽然没了耐心。关你什么事？说完也不管他是什么表情，转身就走。我回到包厢，没再参与游戏，坐在沙发上有一下没一下的吃蛋糕。周月自尊心受挫，没再回来。彭阳一下子支棱起来，过来假模假样的慰问了几句，也被我气跑了。晚上9点30分，剩下的人也陆续散去，很快就剩下叶青青和我2个人。
静涵，要不今晚我去你家睡吧。叶青青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每年的生日差不多都是她陪着我，因为我的父母实在是太忙了，忙到女儿生日也没时间回家，只匆匆把礼物寄回来。而今年又有点不一样，我交男朋友了，可这个所谓的男朋友却没陪在我身边。我看出了他眼底的担忧和怜悯，觉得好笑。不用，伯母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，你还是赶紧回家吧。叶青青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耐不住父母的电话轰炸，又嘱咐了几句，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才离开。夜凉如水，路灯昏黄，树枝的影子落在地面上，张牙舞爪，像黑暗中的怪物。陆景走得不快，垂着眸，看不出眼底的情绪。包装精美的礼盒挂在自行车车把上，他看了一会，在经过一个垃圾桶的时候停下来扔了进去。他觉得有什么东西偏离了轨道，所幸还有修正的机会。我最近有些无聊，系统冒了个头，然后又消失了。陆景本来就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，生日会后更是把我当透明人。临近寒假，天气冷得让人不想伸手。班级里有女生买毛线，偷偷打围巾，叶青青也不例外。她前2天交了男朋友，是外校学艺术的。做这个干什么？买一个不省事吗？我不以为然。叶青青看了眼台上正在讲课的老师，手上动作不停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你懂什么？自己做的多温暖多有心啊！”我望向她织得稀稀落落的围巾，并不觉得会暖和，她却说我不懂，还问我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你准备送学霸什么？几次考试下来，陆景断层第一，学霸之位稳如泰山，实在是争气。窗边的他认真听课，面色平淡。我收回视线，心里有苦难言。再说吧。学生时代像圣诞节这样的节日很受欢迎，其实老师提前说了不准过洋节，也止不住高中生的热情。一大早就有人串班送礼物，送朋友的大多是苹果、橘子之类的水果，装在好看的盒子里；送对象的就是巧克力、围巾之类比较有意义的礼物。陆景的座位被塞满了礼物，里面不约而同地放上了情书，十分光明正大，丝毫不考虑他是有女朋友的人。事实上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一厢情愿和他的冷淡漠视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对他有好感的女生，从一开始的羡慕演变到现在对我的嘲讽。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死皮赖脸的贴着不喜欢自己的人，没脸没皮的。一旁的叶青青偷偷和男朋友发信息，脸上满是甜蜜的笑。她说晚上要给我一个惊喜，挺好的，嘿嘿。叶青青小脸红扑扑的，又问我学霸给你送什么了？我垂着眸，表情有点丧不知道。叶青青安慰我没事，这才过去半天呢，学霸肯定也把惊喜留到晚上了。直到最后一节课上完，老师宣布下课，陆景都没有找我说一句话。他将一袋子礼物送到学校的事务招领处，我就坐在他的位置上等他。无聊之下，我翻了翻他的书，他的书很整齐，字写得很好看，记得东西不多，和他这人的风格一样，简洁又冷清。我刚要合上，从书里飘下来一张小纸条：今晚7点30分时代广场，我等你，落款是宋月。我垂下眸，将纸条原封不动地放回去，面色无常。陆景回来拿东西，两人像平常一样一前一后地走出校园。眼见他往公交车站牌走过去，我追上去拉住他：今天能不能请假呀？陆景将袖子拉回来：为什么？圣诞节呀。我不太好意思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。他略微点点头，在我渐渐浮现光芒的眼睛中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圣诞节来玩的人多，应该会加工资。大了眼，不可置信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我给你还不行吗？我太过生气，说道：今晚你陪我过节，我双倍不3倍给你工资。空气有一瞬间的沉默，周遭的声音全数退去，只有呼出的气在空中结成白雾，又很快被吹散。半晌，陆景突兀地笑了一声：江大小姐真大气。公交车在此刻到站，他转身上车，没有丝毫留恋。徒留我愣在原地。合上车门，公交车开走，站牌处空荡荡的，我一个人站了许久，脸被冻得发红。我缓缓蜷缩了一下，对着僵硬冰冷的手指喝出一口热气，有什么东西落在脸上，冰冰凉凉的，很快融化。我抬脸眯起眼，下雪了。我没回家，在网上搜索了一家附近的火锅店，到达的时候天色蒙蒙黑，走进店里有服务员来接待。咱这边几位呢？来吃火锅的都是结伴而来的朋友，三三两两的，好不热闹。2位，我看了一圈，随口说道。点完菜和锅底，我又补充，另一位过会来，先上菜吧，不用等。好的，服务员应道。我坐在角落靠窗的位置，点的是麻辣红油锅底，刚一端上来，那鲜香的味道就扑鼻而来。毛肚在里面涮几下，看得季彤忍不住咽口水，奈何他只是个系统，只能看着我吃。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地面覆盖上一层白色，对面广场的灯光亮起，一棵大大的圣诞树竖立在中央，聚集了不少年轻男女拍照。我盯着那道熟悉的人影看了许久，1个多小时前还说去工作拒绝了我的人，现在却出现在时代广场。宋月今天穿了白色的短袄，戴着围巾，只露出带着笑意的面庞，可爱又柔和。
旁边的陆景穿着简单的黑色长款棉服，显得整个人沉静清俊。主角之间的吸引力果然是无法改变的。我再次加深了这个意识。时代广场的人本来就多，圣诞节和初雪的双重加持下，出来玩的人更多了。旁边女孩语气带笑的说着什么，陆景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，按了几下才发现被动关机了。他今天本来是要去红馆工作的，到达的时候却发现有人等在酒吧门口，是宋月，就知道你没看到。宋月小声咕哝了一句，像是自言自语。陆景没听清，出于礼貌还是停下脚步。有事？宋月不敢看他，脸有些红。你有没有空？他表情不变，想也不想的拒绝。不好意思，没空。宋月抬眼见他走出几步，匆忙说道：“我有事想跟你说，关于江静涵。”